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呢，就同大家講下呢部華為嘅 P9 Plus。咁我已經用咗去超過30日啦。咁其實60日都有啦。咁呢部機係我用 iPhone 7之前入手嘅。咁之前未有時間去拍，但係依家呢，就補翻拍咁樣啦。咁相信好多朋友呢，其實都等咗好耐噶啦。咁首先留意下個機身啦，機身呢就係全金屬嘅，另外呢有髮絲紋嘅處理。另外我哋望一望佢正面，正面係一個 2.5D 嘅玻璃螢幕，大家可以見到做工都幾精美嘅。跟住我哋睇下底部嘅部分咯，底部有 3.5mm 嘅 headphone 插頭啦，USB-C 嘅頭啦，同埋有喇叭嘅。而側邊呢個 SIM 卡槽呢，今次都係2揀1，一係插 SIM 卡 2，一係 micro SD 卡，咁呢個就比較差啲啦。基本上呢，成部機嘅做工都係好細緻嘅。咁另一個觸目嘅地方就係佢嘅徠卡雙鏡頭啦，我哋望一望啦。咁呢個徠卡嘅雙鏡頭呢，並不如某啲嘅評論所講，其實係冇用，係扮嘢嘅。咁雖然唔係由徠卡自己去製造，但係叫做有徠卡嘅認證，咁所以喺當中嘅調色又或者佢選取嘅方向亦都呢係由徠卡控制嘅。整體上個相機拍出嚟嘅影像係好細緻、好圓潤，每個 pixel 都係好乾淨、好利落嘅。呢一樣嘢大家係睇過張真相先會發現。咁我哋跟住就講下個界面啦。咁個界面呢就非常之暢順。咁雖然過往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大陸嘢唔係咁好，但係呢，華為嘅呢部手機絕對可以令到大家改觀嘅。不過有一樣嘢要提嘅就係華為嘅使用者界面呢，佢嘅配色真係比較老土一啲嘅。但係經過咁多個月之後呢，我發現其實已經有佢嘅即係 theme 可以 download 翻，即係個佈景主題。咁原來入邊呢有好多唔同款式、唔同風格嘅背景俾大家揀。咁呢家呢版呢啲呢，就係原先嘅背景啦，撳咗落去呢個就係跟呢部金色機嘅背景嚟嘅。大家發現就太金啦，全部都金色。令人望落呢有一種好利嘅感覺，咁但係呢，如果我哋揀另一個 theme 呢，呢一個就深色為主嘅，大家睇落去嗰啲圖示嗰啲配色呢，又好似陰沉得滯，唔夠鮮豔啦。咁但係好彩，依家可以新 download 嘅有好多，咁譬如有啲好可愛嘅模式啦，咁可能呢啲女士比較中意啦。佢唔止佢嘅背景個 wallpaper 轉嘅，佢連入邊嗰啲嘅圖示都係跟住轉，係嗰啲好 cute 嘅樣嚟嘅。咁撳落去望一望啦，大家見到啦，粉色係配翻粉色嘅 icon，咁其實係非常之討好嘅。咁另外我哋再睇多一兩個啦，咁我就揀一揀唔同嘅系列譬如呢個咁啦，撳咗入去之後，我就揀一個呢個熒光嘅主題，咁啲 icon 都一齊熒光埋再望多個先，呢個係比較木嘅主題，咁最後望多一個啦，咁呢個有好簡單嘅主題。而另一個最多人詬病嘅問題就係佢冇 App Drawer 嘅，咁所以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啦。但係亦都可以裝翻一啲第三方嘅 Launcher 啦，可以加翻個 App Drawer 落去嘅。咁另外我都期待嚟緊嘅 Mate 9啦，因為 Mate 9呢原裝已經可以俾我哋選擇翻可以有 App Drawer 啦。就好似 LG V20咁樣，可以選擇有 App Drawer 或者好似依家冇 App Drawer 嘅。喺其他嘅操作上面啦，咁首先我哋睇下下面虛擬鍵嘅部分。咁個虛擬鍵呢，亦都可以自定唔同嘅功能喺度嘅。其中一個呢，就係將個 notification 拉落嚟同升上去啦。咁係一個好方便嘅功能嚟嘅。咁除此之外呢，我哋亦都可以利用個指紋解鎖
咁原來指紋解鎖我哋向下拉嘅時候，亦都可以將個 notification 拉落嚟或者升翻上去。咁呢個係一個好方便嘅做法嚟嘅。咁講一講呢個音效上面啦。咁呢一部華為嘅 P9 Plus 呢，其實係有立體聲喇叭嘅，其中一個喺底下啦，音色比較低沉，而上面嗰個呢，聽筒位亦都係一個喇叭。我哋只需要打橫部機呢，其實就已經可以進入呢個立體聲嘅模式啦。左邊比較高音少少，叫做補下啲聲啦。右邊係主力嘅聲嚟嘅。由於左右嘅喇叭始終有啲唔同啦，所以出到嚟嘅立體聲效果呢係打咗少少折扣嘅。但係亦都因為係咁呢，所以佢低音同埋高音嘅表現呢係比其他好少少咁嘅。左右喇叭佢哋表現高音同埋低音可以話係互相補足啦，但係亦都係因為咁呢，佢哋於是個立體聲嘅平衡就差少少噶啦。去到電池續航力方面啦，咁呢部機呢係內置咗3500 mAh 嘅電池嘅。咁啊，續航力其實係非常好嘅，大家唔好睇佢咁薄身啊。但係其實呢，佢係可以使用好耐嘅。如果計一般使用24小時唔充電，絕對係冇難度嘅，因為本身佢 CPU 比較省電啦，而個熒幕亦都係 AMOLED 熒幕，亦都係有啲省電嘅，所以用全日並不是夢嘅。另外呢，我哋仲有呢個熒幕啊嘅省電啊，可以將個熒幕解像度降翻去 720P， 咁於是對一啲對電量高要求嘅人呢，可以更加省電。另外亦都可以揀效能模式或者智能模式啦。效能模式呢就比較高效能少少啦。咁如果有啲 WhatsApp 話收唔到嘅話，搞翻效能模式就一定冇問題嘅。咁至於校完效能模式，其實部機都係極度省電嘅。咁我自己每日都係用效能模式，咁完全係用到晒一日冇問題嘅。咁我自己呢都用開4大旗艦去比較啦，包括 iPhone 7啦、LG V20 啦，同埋 Sony Xperia XZ 啦。咁呢部機電量好過晒以上提嗰幾部嘅。咁至於呢部機嘅發熱量如何呢？大家詳情可以參考翻我之前影片嘅，亦都係4大旗艦機做個比較。呢部華為 P9 Plus 呢，其實佢嘅發熱量屬於係最低嗰一部嚟嘅。而去到呢部機嘅賣點部分啦，就係講緊佢徠卡相機啊。咁啊，個相機呢效果非常之好，拍出嚟嘅相呢，剛才講過啦，佢係好清晰嘅，冇乜 noise。而嗰啲冇乜 noise 呢，唔係靠軟件做出嚟啊。嗱，望一望個界面先，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啦，一般嘅光軌啊、HDR 啊、美顏啊嗰啲全部齊晒啦。另外呢，亦都有 RAW 嘅模式嘅，咁啊適合一啲即係影相有要求嘅人去用啦。咁我自己都試過影 RAW 嘅，咁放到出嚟呢，的確係非常之好噶。咁我可以喺 Lightroom 或者喺 Photoshop 嗰度呢做後期加工，就唔使靠個相機或者個手機本身嗰啲軟件嚟做啦。咁啊，對相片有要求咧，呢個功能非常之實用。咁另外啦，除咗個 RAW 嘅拍攝功能之外呢，個相機呢亦都有手動嘅模式嘅。咁而呢個手動嘅模式基本上係全功能嘅，大家見到啦，由呢個一般嘅即係對焦點啊，或者叫做測光點啊，都可以去選擇。有平均測光啦、權衡測光啦，甚至係一啲叫做局部測光都可以揀。嗱，喺 ISO 入邊，由自動模式去到最高嘅3200 ISO， 亦都係有齊晒喺度啊！我哋再睇下快門設定方面咯。快門設定有自動啦，跟住我哋最快嘅4000分之1秒，一路上到最慢嘅快門呢，可以有30秒咁多嘅。跟住有我哋嘅曝光補償啦。咁每0.31級一路去到最光嘅可以去到正4啦，而最暗嘅亦都可以去到負4嘅。咁喺自動對焦方面啦，自動對焦有自動嘅連續模式啦，同埋有自動嘅單張模式。咁另外呢，亦都有手動模式去俾我哋設定嘅。
最後啦，白平衡入邊亦都係有唔同模式俾我哋選擇啦。去到最後有自定模式，由 2800K 去到 7000K， 亦都係有嘅。另外，亦都有一個大光圈嘅模式，攞嚟模擬出淺景深嘅。咁當然啦，相機本身已經有景深㗎啦，但係佢利用咗雙鏡頭，咁於是呢，就有呢個深度嘅資料，就可以呢隨意咁樣將一啲近嘅景物同埋遠嘅景物去分翻開，營造呢個假嘅淺景深效果嘅。跟住講一講呢部機嘅弱項啦，就係拍片嗰度。拍片首先佢係冇 4K 拍片啦，最高只係去到 1080p 60frame/second 嘅啫。另外佢拍片亦都冇光學防手震，咁佢哋只有軟件防手震嘅啫。咁雖然拍出嚟個清晰度係唔夠其他嘅旗艦機好嘅，但係佢呢個拍片呢，對於一般應用上面呢係足夠嘅。譬如你想做一啲視像通話，又或者用一啲軟件拍一啲簡單嘅影片呢，係用得到冇問題嘅。咁而且個效果都唔錯添嘅。詳細呢，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有一段用 P9 Plus 嚟做直播嘅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個畫面其實係拍出嚟好穩定嘅。最後做一個總結啦，呢部機基本上每一項都好強，影相好強，除咗冇得拍 4K 片，另外個界面可能大家唔係咁中意啦。其他諗緊電量，又或者講緊接收，佢都係非常之強嘅。另外喺佢嘅暢順程度啊、速度啊、發熱量啊，全部都係水準之作。可能有好多朋友呢對華為呢隻品牌呢都係唔係太認識嘅，咁於是乎佢哋覺得哇，國產大陸嘢平過2000蚊嘅我就買啦，貴過2000蚊嘅邊值呢個價？咁其實呢個睇法呢已經過時啦。今時今日華為呢隻牌子其實已經係一個國際品牌，仲要係大品牌。咁你去到歐洲嘅地方，其實周圍亦都見到華為嘅手機。講到用料上或者做工上，佢已經唔會比其他譬如台灣牌子、韓國牌子佢哋差㗎啦。咁好多時其實比呢啲我哋買開嘅牌子仲更加要好添嘅。就好似呢一部 P9 Plus 咁樣先算啦。咁佢做工係好精緻嘅，而且耐用程度都算高。我用咗咁耐，部機都仲好新淨。有啲人就覺得大陸機軟件更新就比較慢，咁的確係比較慢嘅。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根本冇需要去做軟件更新咯，因為論個暢順程度又或者個穩定性都非常之好啦。咁更新嚟做乜呢？而且講緊一般嘅 Android 安全性更新呢，其實佢係有嘅，而且佢嘅速度呢，可能比其他 LG 嗰啲仲快添。所以我自己嘅觀感嚟講，無謂俾多1-2千蚊買韓國牌子。咁當然啦，我自己對每一部機都有唔同嘅要求啦，所以我會照買嘅。但係如果大家只係用一部機嘅話呢，不妨亦都可以試下呢個品牌嘅，係比較穩陣、比較安全嘅。今日我嘅分享呢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大家呢可以有啲影片撳入去跳播啦，又或者睇返我之前所講嘅一啲測試。多謝大家嘅收睇。